上哪儿去了？可这柔儿今日急需你的血入药，全府上下为了找你翻天覆地，你竟还敢在外面闲晃！王爷，我今日身子实在不适，我是去……这位夫人，你失血过度，已经伤了根本。若是还想保命，千万不能再失血，此生怕是永不能生育了。回去叫你的家人给你多多进补，千万记着，不可再受损了，切记。不能生育，我远嫁他国，本以为嫁的是良人，却不想他只要我的血去救他的心上人。好了，别在本王面前装这副可怜相。先跟我去歌厅，柔儿的病没好之前，你莫要再乱跑耽误。王爷，妾身今日真的不舒服，可不可以？你又装，云思，你这戏法要变到什么时候？妾身今日身子确实不适，可不可以不去歌戏？不好了，王爷容错妃晕倒了！婶婶一说，血气入脑，急需王妃的血入药，快啊！当初是你承诺我娶你，你用你的血救柔儿，这就是你活着的价值。王爷，那是我救命的血。如今你大早上的出去闲逛，现在又装模作样，给本王滚进来！把王妃送下去，照例取千年人参，给她好好调理，别让她在这时候死。真不吉利！走走走。你一个没名没分的西周贱民，占着咱们楚王殿下的正妃位子，就该偷着乐了，还想吃人参，做梦去吧！喂，别装了，起来自己滚到床里去，别给老娘惹麻烦！装死？装什么装？没气儿了！啊，快来人呐！王妃断气儿了！这里是清居园，我不是在手术台上猝死了吗？不对劲，蠢货！西周第一美人，今天就让哥几个先替楚王验验货。别过来，药性太烈，我快控不住了。救我！求你！记住玉佩，在这里等我回来，我许你此生唯一。你看，他腰间那块牌子，是不是写着祸？那是大周皇族的腰牌，楚王殿下这次出使西周，是唯一的皇室中人，唯一的一人，真的是他。大周皇室腰牌确实美人一观，可那一夜那人浑身是血，双腿重伤，怎么可能是这个如虎平地的霍林叶？原主啊，原主，你可是云氏嫡女，富可敌国，却为了这个认错的男人，甘愿当平民下嫁，甚至当成1年的药人供血，你简直太傻了。医疗箱，我猝死前在手术台上的盒子。既然老天爷给我这口饭吃，我就不能在这等死。血容量不足，心脏马上就要衰竭，先把止血带扎上。霍林叶，你想拿我的血救你的小妾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！
等我这一袋红细胞进去，看我不亲手撕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天大的事儿也给我憋着！王爷在陪柔侧妃治疗，惊扰了侧妃，你有几条命赔？在里面就听见你这老奴吵吵嚷嚷，怎么了？王爷，不好了！王妃早上送回去之后没气儿了。大胆！为何现在才来禀告？老奴一早就来了，可王爷陪着柔侧妃，老奴不敢打扰啊！是有轻重缓急，你这老刁奴连这点眼力都没有。来人，拉下去杖刑！云溪，装死很好玩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装死玩，本王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，真死到底是什么感觉。来啊，有本事你就掐死我，杀了我，苏云柔也得死！放肆！林烨，住手！要是他死了，韵柔也会没命的。快放手！他是韵柔的命，你真要杀他不成？你听着，装柔弱、撒娇卖惨，本王都能看在血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你若是再敢拿死来骗本王，本王一定会亲自成全你。本王妃这条命，王爷可得好好留着，毕竟你的柔儿离不开我这身脏血。不可理喻！来人，把青竹园给我封了！收起吴重一切力气，哪怕是一根簪子都不准留下。没本王的命令，不准王妃踏出房门半步。这是个皇权之上的鬼地方，律法只保达官显贵。苏云柔就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，再待下去，我这具身体早晚会被抽干。得逃，必须得逃！秦昊，原主父亲派来的人一定就在京城。为了一个男人，原主竟然偷拿家里的银子填楚王府的窟窿，真是有够蠢的。婢女死了，联络暗号也不见了，真是绝路啊！这千年人参的药力就是大，喝了剩下那2口，现在浑身都有劲儿。这是你的饭菜，快点吃，吃完了好好睡。沈神医说了，明日还得为柔侧妃割肉取血呢，别一副死样，弄坏了药性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滚！你一个平民出身的小落魄，还真当自己是王妃了？呸！哼！王爷，柔儿好难受，感觉浑身都被掏空了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胡说，有本王在，你不会有事。沈神医说，只要按时服用药引，你很快就能下地。再去买几株年份最高的千年人参。另外，王妃禁足期间不得插手账目，府中银钱可要宽裕。是王爷，王爷宽心。虽花销大些，但王妃平日打赏下人极阔绰，想来司库里存银不少，老奴省着点使，定是够的。按沈长乐的方子，给青竹园也送些补药去，要最好的。是。王妃姐姐真好，为了救我如此辛苦，若是能让姐姐开心，柔儿宁愿不治这病了。别想那些，先把药喝了。王爷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浪费在他身上，那是暴殄天物。下人说你没吃几口，本王带了些酒菜，看着你吃。
多谢王爷挂心，我这贱命吃不惯这些金贵东西。云思在挑战本王的耐心，今天你闹的这一出已经够了。补身体，霍林叶，你知不知道那些老奴才刚才给我送的是什么？是猪都不吃的泔水！你现在在这装什么深情大仇？够了，这种谎话你每次都要编，累不累？王府的人向来懂规矩，谁敢克扣你？编？原来你从未信过。也是，我这种处心积虑嫁进来的平民，怎么配让你信任？吃饱了就好好睡，明日割完血，柔儿就快好了。到时候，本王会给你该有的尊荣。霍林叶，我不要什么尊荣，那你要什么？我要跟你和离。要么和离，要么大家一起死。想和离？做梦！本王这辈子都不会放你出去害人，你就死在清华园吧！既然不给生路，那我就自己杀出一条路。王爷昨天晚上又去陪那个女人啦。这个女人居然假装不吃饭，让王爷亲自去陪，还威胁王爷和离，不给我血入药，可不是嘛？那没见过世面的平民女子，没有大小姐的命，还得了大小姐的病。王管家，你怎么来了？侧妃，王爷现下不在府里，老奴接管账目后，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现如今老奴接管了账目，发现账目上的开支巨大。先前王府的账目都是王妃管着，可是奴才看着王妃每每拿出的银钱都数不胜数，因此老奴怀疑王妃在银钱上做了手脚，不知道王妃把王爷的银子藏哪儿去了。因此老奴怀疑王妃在银钱上做了手脚，不知道王妃把王爷的银子藏哪儿去了。1年了，流水式的银子填进这无底洞，本以为他是个贴钱的，没成想是在这儿等着呢。监视了他这么久，总算等到了他私藏银两的把柄。所以那些给我调理身子的药没有买吗？这还了不得！侧妃的身子可是头等大事。侧妃恕罪，库房的大门现在还紧锁着，老奴根本进不去，正想要找王爷说说此事。九皇叔即将回京，王爷出府打点了。王妃姐姐是平民出身，没见过王府的富贵，定然是把银子私藏了起来。这点小事儿还是不要告诉王爷了，免得王爷分心。我去问便是，顺便去看看姐姐。这好像是霍林叶当年救了原主，落在原主身边的。半块破玉佩值几个钱，也就原主那个恋爱脑把他当宝。这种渣男的信物，留着都嫌占地。能不能逃出去，就看今晚了。霍林叶，这个血罐子，老娘不当了。苏韵柔，你来做什么？妹妹来看看姐姐。你身子这么弱，来看我，还是赶紧走吧，我怕你死在我这里，到时候我倒霉。请回。姐姐给妹妹割了那么多的血，养着妹妹这副身子，妹妹好多了。你装病，骗我给你割血？姐姐说什么我听不懂，我今来是要问问姐姐，王管家说王府的银子跟账目的对不上，你把王府的银子藏哪儿去了？姐姐果然是穷乡僻壤里面出来，眼皮子浅显的下贱东西，耍心机闹和离，威胁王爷不给我割血如药，如今又把王府的银子藏了，不就是为了让王爷来找你，让男人多看你一眼吗？下贱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银子、库房的钥匙到底在哪儿？我今天懒得跟你废话。苏韵柔，你不滚是吧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。你怎么了，妹妹？妹妹，你快醒醒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，小姐？你快看看你家侧妃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你
苏韵柔，我忍你好久了。本想多陪你们玩玩，可惜老娘要赶时间去奔前程了。苏韵柔，你不是说我卷了王府的银子吗？这就是我西周云家的银子，别这么看着我。沈神医说了，偶尔放血对身子有利。快点儿！云思，霍林叶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让老娘给你那个小白莲当血干子！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！不行，不能倒在这儿，我要活下去。热水，吃的，再要一身男装，快！好嘞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这破身体撑不住了。神道，来人！叶哥哥，柔儿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管家说姐姐私藏了钥匙和银子，我想着帮姐姐圆过去，亲自去问问。可姐姐一听就恼羞成怒，她不知道对我用了什么，我和湘云动弹不得。她割了我的手腕，还辱骂王爷。她说要卷走银子，让整个王府不得安宁，要我不得好死。毒妇！本王竟不知她狠毒至此。若非王爷发现及时，侧妃早已命丧黄泉。那女人心思歹毒，简直是畜生！回王爷，库房全空了。姐姐拿走了所有银子，怪不得要闹和离。她恨我就算了，怎能对王爷如此绝情？传令下去，不惜代价，掘地3尺也要把云思抓回来。是。我还活着。昨晚的雨好大，霍林叶他没追上来，还是找来了。他果然不会放过我。楚王府的势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不能慌。只要出了这个客栈，他就找不到我了。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对不起，但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这里够偏僻，暂时可以在这里落脚了。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了，不用再躲躲藏藏，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霍林叶从此我们两清了。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楚王妃云思，只有医女阿云。半月前，我甩开暗卫携嫁妆自立门户，凭前世顶尖中西医结合医术，治好23例疑难杂症。云鹤医馆之名一夜传遍半个京城。一个被本王休弃的女人，竟敢在京城兴风作浪！王爷息怒，沈太医说了，她一个深闺女子哪懂医术，不过是些江湖骗术罢了。我已经让沈太医带着太医院的人去砸了她的招牌。把这些害人的劣药都给我砸了！今日我就要替太医院清理门户！谁敢动我的药？云思，你以劣药充好，欺瞒百姓，罪该万死！清理门户，沈太医还是先清理你自己的烂账吧。正品黄连端面金黄味极苦，你这包是杨树根染色，嚼之无味，卖给发热病人只会延误病情，害人性命。这是萝卜根拼接的假人参，上个月你卖给户部侍郎家，收了800两银子，没错吧？你胡说，血口喷人！3年前，陈御史家公子患风寒，你错用麻黄5茜，导致患儿惊厥昏迷，留下终生病根，你花了5000两封口。去年冬天，张将军家老夫人咳喘，你开父子却忘先奸，害得老夫人中毒卧床半年，你谎称是病情加重。上个月，城西王寡妇的儿子得麻疹，你开错药治其夭折，你收了他全部家产，让他闭嘴，害得他现在沿街乞讨。
我云鹤医馆药材假医赔百，治病无效，分文不取。这一圈逛下来都没信号，难道爹娘派来的人撤了？姐姐，真是巧啊！怎么穿成这样来这一品楼？姐姐身上可带够了银钱？我当然没钱啊，钱不都给你这病秧子买身了吗？不过没关系，这楼不是王爷好友开的吗？记账就行。云溪，你在外面少给王爷惹麻烦。安安静做你的狗，别冲我叫唤。小二，把你这最贵的菜我给爷端上来。我倒是谁？原来是那个上不得台面的村姑，入了王府还不够，还敢来我这一品楼打肿脸充胖子，吃白食吃到本公子头上了。你的脸呢？我贪图富贵。曲公子，霍林业拿了我父母4000万两嫁妆，到现在没还。你这兄弟吃软饭吃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你这做挚友的不知道？这一品楼也不过如此。公子，公子急喘症发作了，快拿药！你居然气得屈公子病发，你不能走！那可是九皇叔身边部将的遗孤，于此，你敢动他试试？滚开！再不救人就断气了！姐姐，你疯了！光天化日对个孩子做这种不雅姿势，王爷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你这疯女人，简直应该进猪笼！多谢楚王妃救命之恩，救命之恩，多谢王妃。刚才这坏女人想抠我嘴，我感觉更难受了。是这个黑衣服的神医姐姐救了我。姐姐也是歪打正着，快带孩子去查查，别留了后患。我是侧妃，替姐姐给你赔礼了。苏韵柔，你眼瞎还是心盲？孩子气都顺了，你还在这儿演？王妃姐姐，你闯大祸了！你根本不会医术就要逞强，现在把人治死了！各位实在是对不起，我姐姐虽然是楚王妃，但是她是一介乡野村女，无知且莽撞，你们千万不要怪她，她是无心的，饶恕她吧。你是那个乡村野女，楚王的楚王妃。是。我姐姐不懂得医术，刚才巧合之下将孩子卡子嗓子眼的东西给弄了出来。眼下这孩子是凶多吉少了，还是快将人送去楚王府，请沈神医来救治，或许能有用。曲先生，快上车！等等，让我再看看，这孩子不能随便移动。王妃娘娘，你是要害死这个孩子才甘心吗？你这个毒妇！王爷，侧妃娘娘已经带着孩子赶来了。那个叫雨儿的孩子说是九王旧部的遗孤，其实大头猜测那就是九王的私生子。若是因为王妃逞能就这么去了，那王爷跟九王之间……你先拿着本王的令牌去皇宫里面，找最好的太医出宫，再找人将那个毒妇抓来。楚王殿下，我家九爷最是看重雨哥，所以才养在王府。今日因为楚王妃不懂医术又冲大，将雨哥害成这样。若是救不活雨哥，我们自是难逃罪责。本王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那孩子呢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自私狠毒，伤害无辜，牵连楚王府，挑起两府争端，还敢嘴硬？我没有伤人，一切都是误会。你先让我去见那个孩子，我定然能救他。你之前不学无术，便是字都写不好。如今你说你能治，你会医术，你是觉得本王傻，还是你自己聪明？来人，请家法。霍林叶，你给我等着！打！霍林叶，今天你给我的，踏实，我10倍100倍的还你。王妃醒来了，奴婢这就去叫王爷。别去，想喝水。哎，好。
王妃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王爷其实是极好的人，他之所以会打你，都是做给九王府上的那些人看的。九皇叔，对了，那个孩子怎么样了？奴婢刚才出去看了一圈，太医正好过来，如今应该是在诊治了。你的心思为何如此狠毒？宇哥跟你无冤无仇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害人？用不着你假惺惺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等我家九爷是救不回来，就算是楚王护着你，那也无济于事。你的本性我们都知道了，王管家，便是那孩子再怎么重要，王管家踏足的也是我楚王府女主人的院子。王管家对那孩子关心过度了。来人，请出去。没有本王的吩咐，清花园不得有人进出。王爷，老奴知道这乡村野女对你有用，所以你才留着她的命。可是她伤无辜也是事实。等我家九爷回来，若是与和好不了，王爷就算是将她当做一个物件，也是留不住她的命的。从今天开始，老老实实待在这里，不要再挑战本王的底线，也别以为本王真的不能杀了你。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，王爷。既然看我一眼都觉得脏，那便请便吧，用不着你在这里假惺惺。留着我的命，不过是为了让我当那个白莲花的移动血库。霍灵叶，你的深情真是让我想吐。这是本王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，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原主残留的感情，竟然还在为这个男人心疼。随身医疗箱，出来！苏韵柔、霍林泽，你们加之在我身上的，我一分一毫都要讨回来。侧妃娘娘，吴娘子，本侧妃记挂姐姐的伤，特地带了些滋补的东西。哎呀，姐姐，这屋里血腥味怎么这么重？王爷也是，非要留你一命。要是我受了这等羞辱，早就没脸活了。你活得好端端的，我怎么舍得死？死鸭子嘴硬，玉香去，把热好的参汤伺候王妃喝下。你干什么？想看我笑话？苏韵涵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自作自受。你若是敢轻举妄动，我不介意让你跟他一起同归于尽。贱人，你对我干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动不了？别抠嗓子了，我给你吃的可是剧毒，只要你听话，我就给你解药。现在你跟我去东正院，要是敢弄出半点动静，咱们三个今天就一起死在这王府里，反正我不亏。挺起胸膛，别让人看出端倪。楚王殿下放心，世子已经醒了，脉象平稳，再休养几日就能痊愈了。王太医辛苦了，本王必有重赏。不敢当。太好了，宇哥没事了。就是现在，趁他们都没注意，赶紧走。白天你不是说已经治好了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楚王殿下饶命！世子是多年的先天喘疾，只能缓解，不能根治，老臣也无能为力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本王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去，把沈长卿给本王找过来，快点儿！王爷，臣尽力了。世子这哮喘急症，已经油尽灯枯，准备后事吧。堂兄，别信他，他根本不会治。废物！景宇要是死了，我让你整个太医院陪葬。王爷，事已至此，也是天命，不如备车，去云鹤医馆。王爷，你不能去求那个贱人，他巴不得宇哥死啊！闭嘴！景宇是九皇叔唯一的继承人，他不能死。
云思，我命你立刻救治景宇，治好了，本王赏你黄金1000两。楚王的命令与我无关，只要是你霍灵言想保的人，我云思一概不治。你敢违抗本王的命令，你就不怕本王拆了你的医馆？你可以试试，看看是你的人先拆了我的医馆，还是你的人先断气。谢谢，算我求你，景宇他快不行了。楚王说笑了，我只是个弃妇，哪敢管楚王府的事？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能救景宇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好，2个条件：第一，归还云氏全部嫁妆，1分不少，包括被你们挪用的300万两白银和12处商铺。第二，立刻写和离书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。楚王府的事再也与我无关。你狮子大开口！不同意就算了，反正死的是楚王府的世子，与我何干？再加一条，嫁妆交割由锦辉亲自监督，你不得插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云大夫，好好休养，3日即可痊愈，以后别再用旁人的药方。这是我的世子令牌，以后若有人敢为难医馆，持此牌可调动王府护卫。不必了，我救你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们之间本就是交易，两清了。堂兄，我没事了，可以恢复了。楚王，别忘记你答应我的3件事，3日之后我等你。本王说到做到。云大夫，这是和离书，所有嫁妆已全部清点完毕，1分不少。之前多有得罪，景宇在此赔罪。从此两清。嫁妆全数归还，和离书签完，药引没了，我的血引没了，被我挪用的300万两也被抢回去了。王爷知道了一定会杀了我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啊！夫人别急，奴婢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能让云思那个贱人永远消失在京城。云思，我定要你不得好死！把这批金银花全部撒上，事成之后再给你100两。放心，保证没人看得出来。云思这次死定了！我的肚子好痛！云溪害人，赔我们家人命！云思，你用假药害死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大家安静，谁要是再闹事，耽误了治疗，我概不负责。小石头，立刻去府衙报官，再去把所有今天卖出的药方都拿过来。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们。所有中毒的人都到这边来排队。果然是金银花里被下了毒。忍住，吐出来就好了。多谢云大夫救命之恩。云大夫，我们在医馆门口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他是给我们医馆供应药材的张老板。大胆张老三，竟敢在云和医馆的药材里下毒！说，到底是何人指使你干的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是楚王府芳华院的苏侧妃，是她的贴身丫鬟翠儿把毒药交给我的，我也是被逼的呀。走，去楚王府，把苏侧妃和丫鬟一并带去衙门问话。你们敢抓我！我是楚王府的侧妃，放开我！住手！谁敢在本王的王府里放肆？楚王恕罪，我们奉府尹大人之命，捉拿投毒害人的苏侧妃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容不得抵赖。这是从云鹤医馆查获的有毒药材，药材供应商已经全部招供，指认是苏侧妃指使他下毒。王爷，救我！我是被冤枉的，是香玉陷害我的，不是我，是夫人让我干的。放开，带走吧。霍灵言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对我，你会后悔的。云思，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柔儿？
我问你话呢？他都已经被抓进天牢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沈长清的药方是假的，苏韵的病也是假的，他从头到尾只是为了吞噬我的嫁妆。嫁给你3年，我给他输血输了3年。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心疼一下我？哪怕是路边的乞丐，你都不会这样对待吧？现如今苏韵柔在我的医馆下药，伤害了那么多人，你却只看见我让官府的人抓他，难道他的命是命，百姓的命就不用管了吗？我现在真的怀疑3年前那个雨夜救我的人到底是不是你。滚！从今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云大夫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免费给我们穷人看病抓药，你居然为了一个毒妇这么对待他？就是苏韵柔下毒害了那么多人，你不罚他就算了，还来欺负云大夫。够了！我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王爷，救我！我是被冤枉的。3年前，在西周破庙救我的人到底是谁？原主啊，原主，苏韵柔自作自受，也算我帮你报仇了。你看见了吗？接下来该轮到霍灵泽了。全都查到了。这半年来，沈长清一直在帮苏侧妃隐瞒病情。苏侧妃手中握着沈长律接的致命把柄。半年前，沈长律为了名声，曾私下给太傅府那名未婚先孕的千金开过一剂极重的虎狼之药。那药效太猛，导致那位千金血崩，险些命丧黄泉。是苏侧妃动用了苏家的势力，帮沈长林把这件事生生压了下去。所以，长青就为了保住他的所谓神医名声，便合着苏韵中那个毒妇把我当傻子一样戏耍，把云溪当成取血的药罐子。沈长清确实是被侧妃要挟，才一直对王爷谎称侧妃心急未愈，需正妃止血饮药。是我偷了他的玉佩，是我冒名顶替的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王爷。原来一直都是我错了。云溪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当然是来看你笑话的。霍灵爷现在恨你入骨，你费尽心机抢来的一切，最终还是一场空。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这个贱人！云思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，真好。本王视为手足的兄弟，本王心心念念呵护的爱人，合起伙来把本王耍得团团转。去，把沈青龙给本王带过来，本王要亲口听他说。长青，本王问你最后一遍，柔儿的心结到底是什么时候痊愈的？王爷，那药性反复，微臣也是为了稳妥起见。稳妥起见？你还要骗本王到什么时候？说，到底是半年前还是更早？是半年前。名声，你为了名声，连人心都丢了。沈长清，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本王不要你的命，你走吧，带着你的那些卑劣的秘密离开京城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若是再让本王在大周境内见到你，定斩不饶。九爷，云姑娘到了。九爷今日找我来，是为了这双腿的救急。王叔曾说你医术了得，先前宇哥突发哮喘，性命垂危，你施以援手，本王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九爷客气了，我的嫁妆能一分不少的从楚王府和舒贵妃手里拿回来，多亏了九爷坐镇，这份人情九爷早就还了。那些不过是举手之劳，本王这个人从不喜欢欠债，尤其是人情债。云鹤馆是本王给你的立锥之地，只要你住在那儿，霍林业便动不了你分毫。本王给你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护你在京城无虞。而你，本王要你这一身医术，1个月让本王重新站起来，这就是交易。云姑娘，
你接吗？九爷爽快，这种买卖云溪接了。陆鹤随我多年，商案皆由他诊治，唯独本王这双腿，他束手无策。今日便让他在旁一同听你诊治。云姑娘，九爷这腿是2年前在战场上遭了埋伏，被淬毒的利剑射穿了腿骨，伤了筋脉。这2年来，九爷寻遍了大周名医，就连太医院那帮老顽固都说是死重。有刺痛感，神经尚未完全坏死，能治，但毒素淤堵太久，复健过程会剧痛难忍，常人无法承受。3个条件：第一，独立无菌治疗侍卫，每日用艾草熏蒸消毒；第二，2名期间任何人不得入内；3日内配齐这上面所有药材，哪怕是千金难求的冰蝉和雪燕。听见了吗？不惜代价，全部照办。是，九爷放心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原来如此，父王，您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姑娘这么晚了，买棺材？买一头上等楠木棺，装喂亡人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少主，请随我来。首领已经等您很久了。参见少主，恭迎少主归位。属下莫一，莫营组织首领，奉镇北王遗命，在此等候少主16年。属下莫一，莫营组织首领，奉西昭王遗命，在此等候少主3年。3年了，你们还在？王上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为王上报仇。当年王上不是战死沙场，是被霍林业和李贵妃联手陷害的。霍林业、李贵妃，这笔血债我记下了。少主，我们查到霍林业最近在通州一带大肆贩卖私盐，谋取暴利，所得的钱财全部用来招兵买马，笼络朝臣。他的野心绝不止于一个楚王之位。你们继续监视霍林业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是。九爷，这一针会有些酸胀，忍着点儿。云姑娘，你这一身医术惊人，当初为何学医？为了活命。活命？小时候家里穷，病了请不起大夫，只能眼睁睁瞧着村里人等死。那时候就想，要是自己会治，兴许能多活几个。后来入了这一行，才发现治病救人确实比等死有意思。有意思。本王当年从军也是为了活命。九爷贵为皇叔，也需要为活命从军。先帝子嗣众多，宫墙之内，活下来比打胜仗难。本王当年若不远走边追夺着军权，恐怕早就成了黄泉下的枯骨。他倒是坦诚，和霍林业那种自诩深情却满脑子算计的人确实不一样。原主记忆里一直认定这是霍林业留下的，可我总觉得这逻辑对不上。那晚在西周破庙，救命的人满身杀气，一双腿几乎被废，连走路都难。霍林业那时候身强力壮，怎么会是他？姑娘，大半夜的，您怎么又盯着这玉佩瞧？空清，去休息吧，我不渴。这半个字，这走势，这不是心字底，这是肾字的左半边。霍慎之，九皇叔，不可能，怎么会偏偏是他？云姑娘，你腰间挂着的那块玉佩，可否借本王一看？九爷，怎么知道我身上有玉佩？因为本王手里也有半块。这真的是？ 2年前西周，
本王被杀手围剿，身中奇毒，浑身是血的闯进了一座破庙，里面有个被绑在柱子上的姑娘。原来那晚的人竟是九爷。本王解毒后带兵杀回破庙，可你已经不见了。后来京城传回消息，说你为了报恩嫁给了林烨。我认错人了。当晚那人虽然重伤，但身上的皇族腰牌我瞧见了。当时出使西周的皇族只有霍林烨一人，我以为是他舍命相救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本王没有早一点找到你。外面风大，你身子刚恢复，回去吧。九爷，气血已通大半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云姑娘，九爷这2年经脉将死，太医院都断言那是废了的休木，你当真能让他？闭嘴，别乱了气场。九爷，试着站起来。站起来了！你当真站起来了？这简直是奇迹！这陆某心服口服，愿拜入姑娘门下，往后随您学医，打理药局。只要能学到姑娘这造化之术，便是当个抓药的小儿，陆河也甘之如饴。你既有这份心，便留下吧。云鹤岗刚起步，也确实缺个懂行的人手。稳住重心，九爷，这只是枯木逢春的第一步。经脉虽然通了，但肌肉萎缩太久，接下来还要配合复健练习走路。若您想回边疆策马，现在就得拿出杀敌的耐心来。九爷，快坐下，刚通气血不能久站，小心伤到腿骨。没事，腿骨没有损伤，只是经脉刚通，确实不宜久站，后续需要慢慢复练。多谢。这2年，本王以为这辈子都要在这方寸轮椅上老死，是云姑娘给本王开了这扇门。九爷言重了，我既然拿了九王府的庇佑，又得了那座云鹤阁做医馆，这就是一场公平的交易。可在本王看来，这份恩情太重了。如果云姑娘日后有任何需要，我霍慎之定当拼尽全力，在所不辞。好，并且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。你等我消息，我们2个一起出发。告诉你们九爷，云思求见，问他还记得今天说过要帮我吗？10万当私盐，按照市价，至少能卖300万两白银，足够他再招募3000死士。贩卖私盐只是他的第一步，他真正的目的是谋反，但仅凭私盐的证据还不足以扳倒他，毕竟他是皇帝的亲儿子，皇帝未必舍得杀他。那你想怎么做？连根拔起。我要去通州码头，亲眼看看他的交易，拿到他与北狄勾结的证据。好，我让我的暗卫统领带50名精锐暗卫跟你一起去，记住，一旦有危险，立刻撤退，不要恋战，活着回来。我会的。霍王爷，10万担私盐我们已经全部验过了，这是300万两银票，请您查收。好，合作愉快，下次我们交易兵器，价格好商量。没问题，我们大汗说了，只要霍王爷能登上皇位，我们北狄愿意出兵10万效助。事成之后，割让燕云3州给我们，2国永结同盟，平分天下。燕云3州，霍林烨竟然敢割让国土，这就是通敌叛国的铁证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刚才有反光。不好，是我的发簪反光了。少主，您快走，莫七已经牺牲了，不能再失去您，我带人拦住他们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能再丢下你们。少主，您不能有事，莫影组织不能没有您，带着证据走，替我们报仇。莫一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带着证据回来，为你们报仇。效忠楚王，杀进皇宫。私自练兵，还喊着杀进皇宫，霍林烨竟然真的敢谋反！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？抓活的，别让他跑了！快走！王爷有令，拼死护你周全，我们掩护你。各位保重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。你受伤了，哪里疼？严不严重？我没事，都是别人的血。但是莫姨和37个莫影兄弟，23名暗卫都牺牲了。来，先坐下，先喝口水。
慢慢说。霍林野在通州码头的废弃仓库里训练了至少5000名死尸，他还和北狄勾结，约定3个月后15武起兵，北狄出兵10万攻打雁门关，他在京城里应外合。霍林野，你这个叛徒！当年西周一战，我3万将士尸骨无存，我落得瘫痪2年的下场，全是拜你所赐。现在你竟然还敢勾结北狄，出卖国土，意图谋反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死尸是霍林业的，就算我们告诉皇帝，他也未必会相信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是我失态了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无论多难，我都陪你一起。我有一个办法，能让皇帝亲眼看到霍林业的谋反大军和通敌证据，到时候就算皇帝再舍不得这个儿子，也不得不治他的罪。好计，兴王东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好计，你真是上天赐给我的福星。就按你说的做，需要什么人手、药材、银粮，尽管开口，本王全部满足你。一群废物，连个闯入者都查不出来，本王养你们有什么用？王爷息怒，属下有一计，不如将练兵场转移到鬼市，那里鱼龙混杂，三教九流汇聚，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在那里藏兵。好主意，鬼市鱼龙混杂，确实是藏兵的好地方，就这么定了。3日后，将所有死尸全部转移到鬼市3号地下仓库。王爷英明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霍林业3日后移兵鬼市3号地下仓库。好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云溪，好消息，霍林业要移兵了。鬼市3号地下仓库，正好，省得我们去找了。原计划提前，今日就让墨影在京城散布入仙云的谣言。我现在就去安排人手，3日后鬼市见。好，我去安排谣言传播，务必让整个京城都知道入仙云。听说了吗？鬼市出了种叫入仙云的酒，喝了能见到死去的爹娘。真的假的？哪有这么神奇的酒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大爷，宫里传来消息。总管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在说入仙云酒，连朝中大臣都在议论呢。胡闹！这种妖言惑众的东西，怎么能传到宫里来？皇上，这民间的传说未必可信，万一有诈怎么办？朕知道，但是朕太想再见见陈妃了。就算是假的，朕也想试一试。你去安排一下，3日后子时，朕要乔装去鬼市。陈妃，是你吗？朕好想你。陈妃，别走！老爷，等等我们！陈妃，陈妃，陈妃！父皇，怎么会是你？逆子，你竟然私自养兵！父皇，不是的，您误会了，这些人是我请来抓劫匪的。闭嘴！你竟然真的敢谋反！朕真是瞎了眼，竟然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！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事到如今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给我上！杀了他们！
霍林言，你私自练兵，意图谋反，还敢行刺皇上！逆子！你这个逆子，真是瞎了眼！皇叔，你的腿怎么好了？托你的福，云溪一针一针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你当年在我战马上下的毒，你以为真的能困我一辈子吗？朕待你不薄，封你为楚王，给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把最好的封地都给了你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偏心。你从来都只喜欢霍慎之，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凭什么他能当战神？凭什么他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？我不服，我不服！传朕旨意，楚王霍林业勾结北狄，意图谋反，罪无可赦。即日起废去楚王爵位，打入天牢，终生不得出狱。我不服，是霍慎之陷害我！父皇，你不能信他。终究还是没杀他。我要去天牢看看他。我还有边境军务要处理，就不陪你去了。你自己小心。多谢王爷提醒，我知道了。贱人，你还敢来！3年前在西周乱葬岗救你的人是我，我才会被你的仇家追杀。是霍慎之救了我，我以为救我的人是你，才会心甘情愿嫁给你。是你。我也真的是以为，可惜真正的云思早就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云思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西周现在很好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不想挑起两国战争，所以我不杀你。该打，破碎，是我该打。九爷恢复的比预期好。若非你日日盯着，我这双腿还得在轮椅上耽搁。是九爷自己意志力强。京城局势已稳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开好医馆，更要把赚的银子买药材送往边疆，那里的将士最缺医少药。在我眼里，救人不分疆界。我替黄沙中搏命的将士谢过云姑娘。我只是为了自己心里自在，